大家好，我是谢雨丹，30岁，天津人，毕业于美国西德州农工大学工程技术专业硕士学位，现在是美国费城 Drexel 大学电子工程系的一名博士在读生。我从中国走到了日本，又从日本走到了美国。今天我走到非你莫属这个舞台，想通过今天的面试，寻求一份跟能源、电子、通信、互联网相关的工作，或者是各位老板觉得我适合的工作。谢谢。陆老师你好，这是我的简历。对，你的推荐理由是？于丹是一个让我非常纠结的选手，因为他求学经历非常的坎坷，然后呢读到了博士，拿到了很好的奖学金，但是他居然现在想要放弃了，因为爱情。所以，到底非你莫属的舞台是应该成全他的个人幸福，还是成全他的个人的职业规划？我觉得可能今天各位过来人给建议吧。这个推荐理由啊有意思啊。那我们就说说这个，先说说这个事儿。你是从哪儿到哪儿，再到哪儿呢？你刚才说，再说一遍。我是从中国到日本，又从日本到美国。到美国。从中国到日本是因为我工作签证去了日本。当时在日本的一家室内设计公司做3D 设计师。后来因为这个从工作签证转到学生签证出了问题。然后我当时心里就想，那既然你日本不给我这个签证，那我就不去了。我要去一个比日本更发达的国家，所以我选择了美国。斗气儿是吧？一部分，但是还有一部分，毕竟是我自己想读书。你去日本是为了求学，从日本到美国是斗气儿，从美国回来是为了爱情。听说你1年要飞4次，光机票费也不得了。对，所以我和我老公，而且还是裸婚。对，我和我老公认识大概3年的时间。我们其实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人人网上认识的。然后从此之后就开始了漫长的痛并快乐的异国之恋。他在北京，他是一名脑系科的外科医生。很适合你。真的很适合你。就是你们异地练了几年，然后结婚的？2年大概。2年，中间没怎么见过面。只要有假期，我都会飞回来。没有，他们不单是异地恋，还是异地网恋，还是跨国。对，还跨。没见过面，没怎么见，这很正常了。那就加起来就见面见2月就领证了，是这意思。陈哥，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跟他是同学啊，我们同一所大学出来的。哪个大学？你是 Derek？ 我是 Texas A&M。你们俩认识吗？我不认识，我比他早去10年。但是在美国的话，异地能够撑1年半以上的，我们叫王牌，一般没有人破这个记录。这个比较罕见。但涂老师有一个信息必须要明确一下他现在其实还是博士研究生在读。然后呢，你必须要跟各位老板明确说，你到底是要来找工作，还是要放弃学业？这个态度我觉得很重要。如果我今天能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的话，那么我可以申请电子工程系的硕士毕业。为什么要这样呢？为什么不完成呢？还是因为爱情，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想过我会结婚。没有想过我那么快会结婚。然后现在我既然有家了，你怎么就结了呢？你没想过你怎么就结了呢？还2年没见几次面你就结了呢？还从大洋彼岸飞回来，你怎么就结了呢？就是也是对彼此的信任，而且是一种承诺。承诺。对。你今天来求职的薪水要求是不低于多少？税后6000以上。税后6000以上，有地域的限制吗？必须北京吗？北京。必须北京。最好北京。最好北京。但我听你的逻辑有问题。其实你已经为了这份爱情，已经决定放弃学业，并不是说今天找到工作你就要放弃美国的在读，对不对？那个是我的一个后备选择。如果我在国内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好工作的话，那你为什么上来你就把自己定成6000加，而且是要就是税后6000加？然后你这样几个门槛一定找不到工作，你再回去读博士，那你的老公怎么办呢？就是你这个逻辑关系，你必须这个我说一下，你让他来讲。不，问的是他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你的逻辑关系，现在告诉我们，你要在这里找到工作，你就不回美国了。然后我还有1个学期的课程，如果申请硕士的话，还有1个学期。对啊，只有1个学期而已嘛。对。我觉得有时候压力面前就忍一忍就过去了。不，陈哥是这样，他的实际上。宇丹的专业是电子工程，在美国的话是比较好的专业。他这专业如果毕业的话，在硕士毕业的话，拿6万美金一年的话不难。不难。你还是因为爱情愿意接受6000人民币1个月在北京是吗？
是。这哪是因为爱情啊？这哪儿的不挨哪儿？你给他我们他到现在连你自己你那爱情怎么了？你那丈夫拿枪顶着你不回来离婚是怎么着？没有，因为我们两个有讨论过，要奔着往一起的方向走。那他跟你出国呗？可是他是一名外科医生。外科医生怎么了？到美国奋斗考试。本质就是不是他的收入比你高？是不是你的丈夫收入比你高？他怎么着放弃多少倍的薪水回来更难啊？没有，他的收入，他收入也不低，人家男人在国内你让他讲，医生，你让他讲，每一次他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你试图在解答，你能答出他的问题吗？你跟我讲外语是吧？你英语好，你是英语好是吗 ？Calm down， 我懂英语，你讲的没有用啊，因为这是在选手面试，我不是在面试你。你就 calm down， 不要不。但是我觉得我们在面试选手应该足够尊重选手啊！你讲的几句英语算什么 ？Shut up，Shut up！ 我让选手自己来回答。哎，于丹不怕，慢慢来。在不同的角色里面，他会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决定，所以说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他们可能是站在就是为我的将来考虑，就是觉得我不应该放弃我的学业。我觉得为什么？不是你被吓住了吧？拿衣服，你这个时候需要脑科医生。老公很简单，我大概听出来了。老公在现场的，在是吧？对，听听老公怎么想的嘛。在现场，在现场是吧？在现场。现在这样放在我们面前有2条路，一条是那个他硕士结业，然后放弃博士，然后回来工作，然后一条是那个我这边辞职，然后过去，然后那个陪读。但是那个不管哪样都是我们肯定是要回国的，因为我俩都是独生子，不可能把父母放在国内就这么不管。大夫就一定好，或者说是大夫，哎，你好，我觉得你也挺语无伦次的，你凭什么说就2条路？嗯。我觉得你学历也不低了，你们真就2条路吗？就没第3条吗？他继续读他的书，你继续当你的大夫，增加点假期不就完了吗？增加点机票钱不就完了吗？回头在美国明年对吧，读着博生个宝宝，对吧？你多跑那2趟，请假，不行吗？是问题，这个不是暂时啊，他那个这个的话，我觉得小伙子还是你的问题，你说假话了。你如果真支持他，你这时候就应该积极想。我先问你，你1年有多少假期？支持个啥呀？我跟你说，这个事情你先让我问完。这时候是个爷们儿该说话的时候，你有多少假期？即便是我一般是1个月，就是说这种当天能拿出来的有2天，然后全年下来就是如果不换班的话连续2日以上的假期没有。请假会不会开除你？不会，可是。对吧？就是你有多少假期？寒暑假总有吧？到读博后期之后没有寒暑假。加起来有多少假期吧？可能感恩节有几天，圣诞节有几天，也就这样。哇，这是父母包办婚姻吗？你不成啊！你想干嘛？你还想说什么？不让他说完，让他过个瘾。你还想说什么？我本来认为啊，他请假凑点日子，他请假凑点日子，1年在一起有个2、3个月也可以了。没有。我们每个人在特别大的火气说，哎，别听我说的时候，人家愿意这么选择，这不在帮忙吗？小事儿。我觉得陈浩今天太好玩了，他好像那个封建家长，你知道吗？当时我听到他大声说话的时候，那时候我真的很想去拿个创口贴把它贴起来，把嘴巴不要吵了。但是从另外一个女人的角度，我支持于丹这么做。我觉得一个女人最重点的是应该把自己照顾好，再来照顾事业以及其他的。所以我觉得她的选择没有错误啊。好吧，来第1轮选择去或留。还有7等着，接下来进入先生我有才。有 PPT 是吗？对，大学期间我是我们系唯一的一名女班长，而且一干就干了4年。这个呢是我在德州读研的时候参与的这个工程。这个是德州一个学术会议的一个照片，我做了一个演讲报告。这个就是我之前获得的那个优秀学生工作者的这个称号，是近10年来唯一获得这个称号的一个国际留学生。你这上面写的都是一些岗位，一些这个行业，新能源和电子通信相关。对，你的求职意向岗位是什么？第一意向。岗位可以做偏技术。偏技术类。对，
然后因为我不太想浪费我这么多年学的东西。你所理解的偏技术，你能做什么呢？基础的研发基础研发你能做吗？我没有做过。不是研发也太广泛了，研发哪方面的研发？就是为什么说不出来呢？你看，其实老板们刚才为你争吵的这个问题真的存在。如果你在你的专业当中继续读下去的话，你完全可以在美国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但是你今天回国，可能你的这个专业想找到一个对口的工作，至少在今天这个机会当中是很难的。谢宇端呢是一个宁可为家庭牺牲事业的一个，回归家庭这件事情想好了，那么找什么样的工作，展现自己的价值，这个他根本没有想好。我特别支持他回去好好的把学业完成，因为那过去那么多年的经历，你看他2个国家的留学经历，用了这么长时间，一夜之间放弃掉，这个赌注太大。来问一下你丈夫，那你再看到他这些辉煌的历史的时候，再想到他到目前这个舞台上来，回国为了一份爱情，甚至说不清楚自己要做什么岗位的时候，你作何感想？从那个为我的爱人的事业来讲，我其实挺希望各个老板能把他说服回美国的。说服什么？把他说服回去继续读博，因为读到这个分都灭灯是吧？是这意思吗？说服，但是对他的能力要有肯定。你全灭了灯，然后他会觉得很难过。就是你们要肯定，但要灭灯。但我真的认为这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啊，真的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而且他是想跟你过一辈子。只有是愿意为你过一辈子的人，才告诉你你下一步应该完成什么，然后对我们将来是更好。我真的为这个男人点个赞。好，他该理解的也理解了，这小伙子也说实话了啊。你觉得我们可以开始灭灯了吗？来吧。还要问吗？还有话题要问吗？不问了。不问了。第2轮选择去回来。真留灯啊！她老公对我们的要求，好，她老公对你的要求是把灯灭了，我要求我们支持她，但是又把她劝回去。我一句话没说，这么坚定的响应了。你傻呗！你从来没这么听话过。这姑娘不错，你们这不是我被忽悠了。好，我们来听一下他们推荐的职位，看看他们是什么样的想法。从思敏开始。因为我们今年的启动一个新的项目是国际丽人会全球选秀大会，我这边非常需要一些有海外背景、懂英文、懂这个日文、懂一些语言的这样的主席的秘书。罗敏趣分期愿意给你一个管理培训生这样一个职位。我是比较支持你的，我是觉得人生除了事业，其实我觉得爱情是比事业更重要的。但爱情是不可以分期的。此处应有掌声啊！尹峰，开复系为于丹留的职位是高级管理培训生。好，陈浩，那我们也投资这个线上的教育，叫秒提，那暂定就是秒提的这个 CEO 的助理。谢谢。张莹，技术部的助理。休斯顿有我们自己的这个小的研发团队，和国内团队一起工作。怀哲，我们有海外旅行、海外医疗、海外婚礼的业务，需要英文好的人，然后也需要有海外生活经历的人来做商务的工作。工作地点在北京。好，都说爱情万岁啊，但爱情往往不能长命。这10几年的爱情也变成了匆匆那年了啊。所以说，每个人不光有爱情，还是要有自己的事业和自己喜欢的事物，那是一种支撑。接下来在6盏灯当中，考虑一下灭掉4盏，留下2盏，回到这儿，可以吗？好，开始。非常感谢您，周总，非常喜欢您，特别漂亮，谢谢。谢谢，谢谢您，全灭吧，谢谢。要不会自己全灭掉吧？谢谢，谢谢您。有请张莹、陈浩谈钱不伤感情。恭喜陈浩又做陪练。这次我肯定不是备胎。你又做备胎了啊！你老公一直楚楚可怜的看着你。来，在屏幕下写下你们的薪酬。试用期1万加，这面是8000。我能跟你这么分析一下啊，你的骨子里还是比较
也踏实稳定的一个人，是吧？这里头有一个企业的呢，它经营的时间很长，基础业务呢积累也不错，给的薪水呢也还可以。如果说另外一个创业型的企业工资能够再给高一点的话，冒这个风险咱也值。但以目前这个情况来，它没有竞争力。这个可以重新加。那个爱情万岁！如果真的留在北京的话，我们还有子女教育呢。你加，我也加，真是。我觉得。这宇丹如果说他完成了硕士学位，然后他在美国能拿到 offer 的话，至少是年薪6万美金啊！哎，这是正式还是试用啊？你们直接给正式吧。要提就提年薪嘛，对，是正式试用的呀。我们公司再谈试用就 low 了。这是正式的是吧？我这还是试用的，跟他一样。他2000美金嘛，也12000嘛。哥，我14个月。我也14个月。哎，这就加。谁没有啊？我们教育公司，我以前读过13个月，我这新创的，我给14个月，怎么了？这样的 offer 在我看非常的扯，我觉得这完全不是一个社会对于职场上的正常判断。对于她这样一个学基础电气工程的女生，这样的价钱在北京其实可以找到相当好的互联网人才。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啊。明明这个人，这个选手是要回美国读书，两个老板在疯狂的加薪水，是不是以为不用签合同啊？而且整个过程中，如果我冷静的说一句话，其实李丹的职场还没有做好准备。你们判断是拿预期做的判断是吗？因为你那是一个不错的大学，对吧？读着一个那么牛的专业，按理说，我讲良心话啊，以我们这种企业、这种背景的企业，在互联网人才里，在 TMT 领域里去抢人才。我们成功率有多少？段东知道，对吧？我不用薪酬去抢，我还用什么去抢？我理解你，我还下跪啊！但是我就问你，你招他做你的这个事业的技术做哪块？他能做什么？就他的拿到这份薪资和他匹配的工作是多少？不是，我觉得这个刘家勇这个提的有点过分了。我觉得对那个陈浩和那个张总。对他们给的这个薪资，以他的大学历背景来说，其实并不高的。不，如果是在他首先咱俩争赢，而且如果他在咱把他旁边那人搁一边，咱俩先说。咱俩首先觉得是不是爱情万岁？是。如果他愿意回美国，我们支不支持？你回美国，我那边还有一个小组等着你呢，对吧？你好好的，是不是？咱也支持，是不是？支持。他要留下来，我们也给钱，对不对？对。不就完了吗？来 ，Give me five。谢宇丹的整个过程当中，完全变成了一个因为爱情和匆匆那年的故事。就是这样的一个职场面试，在我看来是完全失败的。但是他最后因为爱情，因为对人生的一个正能量，得到了老板的赏识。我觉得他真的非常幸运。选择是你自己的选择的理由，他们已经开出来了，你可以接受，你也可以不接受，没有问题要问了吧？没有了。好，接下来好好考虑，15秒钟。所以你的选择是优胜教育，或者是爱先锋，或者是谢谢再见。你的选择是？我选择优胜教育。可能他们还是出于一种对我的爱护，但是我自己觉得现在每个人的生活追求不一样。如果我为了这个学历而要牺牲掉我和我老公现在就是最好的在一起的时光的话，我还是愿意放弃他的。哎，小伙子，我们的计划失败了，他留下来了。哎，没说服成。再谈谈感受。我回去接着。不，他已经有工作了，你还说服他干嘛？而且薪水也还不错嘛。选择权在他。最后还是你果然是一个脑神经医科的医生。对，小伙子，那个小伙子，你就高兴吧。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今天晚上睡着都要笑。说实话，以他今天的表现，拿6、7千块钱是正常的。今天是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的舞台，以他的表现拿到了12000的工资，然后呢又回国了，跟你团聚了，就笑吧。我作为一个刚才被骗灭灯的，我能说一句话吗？我实在认为你刚才那句话让我很气愤。